好，我们说中美两强这个 G2 就是拼得你死我活的，而且呢是竞争格局架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然，未来呢大家比拼的是高科技，尤其是 AI 的竞争。很多人以为呢这个 AI 竞争拼的是谁的晶片比较厉害，谁比较是先进制程的。但是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最近他在接受访问时他却给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还丢出了一个震撼弹。他说，中国大陆很可能在 AI 竞赛中要领先全世界，因为未来 AI 竞赛的关键不是在2奈米1.8奈米甚至更高制程的，而是呢，在一个更现实，可是却被美国刻意忽略的问题，就是电够不够用的问题。马斯克直言说，2026，中国大陆的发电量可能是美国的3倍。反观在晶片制程方面从3奈米推进到2奈米。机器成本提升到2倍，但效能却只增加10%左右。当然，这也意味着晶片制造技术目前已经难以大幅度的突破。对于后进者，也就是大陆的华为来说，将会更容易的追上。好，所以黄老师，当马斯克提到了电其实是未来的关键，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能源是一个，还有人才是一个关键，特别点到了电，就是能源。这个大陆的发电量远超过美国的时候。这场 AI 竞赛接下来的发展怎么看？没有电就没有 AI，就应该是说 AI 持续往前发展，它的耗电很大，所以电的充足非常关键。但是呢，这个电力不一定就一定会转成算力。那个就是诚如刚刚何荣讲的，你有充分的电力，问题你的制度、你的政策、你的人才、你的封装、你的产业聚落、你的软体发展，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中间有任何一个没有到位，电再多，你不一定能够转换成为你的集体的算力。对我们讲算力及国力，但算力的后面真正的那个国力算力变成国力中间，就牵涉到你到底能不能用，你取得了这些电力，你取得了这些算力以后，你要拿它用在什么上面？如何增加国家的权力？如何累积更多的财富？如何推进更高一层的科技发展？这一些很多跟人有关，跟人才有关，所以它又牵涉到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政策。它并不表示我有电的话，我一定就赢，对，一定就强。对，所以电的部分比较像是我们听到像是硬件、硬体这部分人才是软体那。如果我们拉高来看，说一方在追，也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在急起直追，美国这边在挡，就是不让中国大陆追上。这一追一赶之间这个攻防上面，在未来尤其是科技上面的战略，他们会如何做调整？就物理极限来讲的话，你从微米再到奈米，你总有一天，不管是什么定律了到最后就是它有一个限度，到极小化，那所以物理的极限，但它并不代表你真的那个物理的极限，你要靠更多的电力去支撑。对，那彼此的发展，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那我觉得马斯克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这个最后的那个电力等于是发动机你的发动机不够，发动机不如人，输出的力道不够的话，你再好的晶片，你不一定能够用得出来。所以他才说电不会转成智慧。但智慧并不代表转成成功对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现在马斯克已经提醒了美国说，赶快要准备好这个发电因为呢，光是这个基础建设如果追不上中国大陆的话，恐怕会被反追赶。中美之间还有一场晶片的角力，现在正在进行，也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常常讨论到 H200，他们要卖到中国大陆去这件事情北京现在传出呢，采购 H200呢必须要搭配一定比例的国产晶片，而辉达这边呢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进一步的要求说，中国大陆的订单必须要全额预付，先把钱全部付清了才出货。但这个要求呢，对于下单订购的企业来说，将会是非常沉重的资金负担。所以呢，后续掀起的效应，现在外界都在观察。怎么看呢？Russ， 你觉得一方面北京要求 H200你要卖到中国大陆来，你必须要搭载就是说搭配我们这个国产晶片，而辉达这边也出招，是要全额预付中美各自背后的盘算。中国要本地企业多购买国产晶片是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希望以后
最新的最关键的科技是中国制造的，不是购买美国的，所以他们有这个要求，这个政治是可以理解。但是同时回答有这个新的条件，要全面预付，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怕，明天中国会不会突然改变政策？目前提出的理由是这个，会不会禁止你购买？而且回答要开始资产的话，也有 cost， 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是他们的想法说，我们这么先。我们自己花钱啊，你今天说你要买，我们现在花钱资产，然后你后天说你不能买，因为政府政策结果我已经做了。对，所以可以理解，而且预付的话，至少虽然汇率也没有缺现金，但是也可以中间时间赚很多利息了，所以这个也很聪明。而且万一中国改变政策的话，我相信到时候汇率不会第二天立刻换钱，可能会拖一阵子才会换钱给他们的这些中国客户。但是不得不说，因为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声音，还是有美国国会议员今年想通过用法案的方式来。还是限制一些比较关键的最新的晶片出口到中国去。那假如说如果真的成案的话，那川普会不会使用否决权？目前真的是一个问号。不过现在就是看怎么谈嘛。那辉达说要全额预付，那中国大陆这边如果说要谈这个全额预付，可以啊，我国家当做后面的力量来支持你，可以啊。但是问题是你要给我更高阶的，有没有可能？难，我认为川普他的想法是，我已经让步很多，我已经同意H200可以卖到中国去。本来美国是限制了，我已经让步好大。那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固定的立场，他会直接跟习近平说，对不起，我不会在这方面你要更高的科技是不可能。好，聂老师怎么看？因为其实中国大陆也很会谈，你今天要我全额预付可以啊。你给我更好的条件。不过我刚刚讲一下，他真的是让步 H200嘛？大家知道才半年了，从 H20马上跳6倍算力到200。我跟你讲，他突然发现200没有什么，因为后面还有 Blackwell 那个数学家的名字，还有一个天文家的名字。对呀，我跟你讲，全方位6种东西组在一起，他发现跳太快了。我跟你讲，过明年之后 ，Blackwell、Rubin 又是我们谈的旧议题。没错，太快。我先讲一下，中国讲不好听，它所有的东西都是计划规划型的，所以它所有东西都不是口号，都是蓝图。我讲它的计划经济，大家知道，经济5年经济一直到现在15要开始，每一次都超标。第二个呢，大家非常清楚啊，科技在中国制造2025，在2015写出这个文本，讲出3步走，用工业化、资讯化的2个重点走3步走，2025、35、45，推了9个任务，10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新一代讯息，当时走5G、6G，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科技，包括航太，还有这半导体。各位想想看啊，中国当然不管从川普1.0版一直到这个拜登。华为被抑制的多惨，大家知道吧？好，但华为现在情况怎么样？越挫越勇，对不对？它甚至是全方位多目标的去行进哦。它不管它私底下的这个，你看它在2012年的一个这个星光工程师所弄出来的，就是因为躲避制裁，去另外搞了一个这个子公司叫新凯来，大家都听过，它专门去搞半导体研发。这个原来是一个资讯通信的公司哦，这个也做。你知道华为里面有20多万的员工。11万多的硕博士的研究员，这么样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它所做出的东西，讲不好听，经过彻底细细的规划的研发，品质也好。老师，你提到研发，也提到了华为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右上方哈，这边 TV 提到说，中国已经把时间表摊开了，说目标直接指向2027之前，关键 AI 技术要做到安全跟可靠供应，而且华为云也高调的在日前举办了出海论坛，欧盟最新数据也显示了华为研发投入的金额现在已经排在全球第6，这显示什么呢？显示着中国大陆已经不再是追赶者了。那既然不是追赶者，因为如果你要领先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制定标准，你也可以制定规格哈。可是刚刚提到研发是需要非常大的资金的，这个部分资金的问题怎么解？国家做后盾吗？哇，你要知道，中国真的是，我觉得他们真的魄力让你没有办法去不佩服他。他们在2014年丢了大基金一起计划，眼睛就看得非常准，同个时间也搞出了 CBDC， 弄了一个数位研究所，找穆长春做所长。当时在搞 CBDC 也做得很前卫。